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续约风云背后，王一博如何成为左右乐华娱乐命运的核心筹码？续约之后，王一博仿佛换了一个人。这句话看似简单，却暗藏着一场旷日持久、波谲云诡的商业博弈的全部张力。对于许多局外人而言，这不过是娱乐圈又一次艺人与经纪公司之间的例行续约，但对于真正读懂这场博弈的人来说，这是一位从13岁便只身闯荡的少年，历经多年蛰伏与积累之后，以最沉静、最理性的方式完成的一次彻底的主动权转换。没有戏剧性的决裂，没有公开的撕裂，只有数据、时机与格局之间的无声角力，最终以一纸续约公告，将所有的悬念定格在了最耐人寻味的结局之上。翻开2025年乐华娱乐年报，细心的观察者会发现一个颇为微妙的处理方式：公司在艺人名字的呈现上刻意进行了淡化处理，尽可能的弱化与王一博之间的直接关联。这种操作背后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在资本市场的语境下，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被外界普遍认定为过度依赖单一艺人，其估值逻辑便会天然带有脆弱性，投资者的信心也会随着这位艺人的每一次动态而剧烈波动。乐华娱乐显然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年报的叙事框架中，刻意向市场传递出一种去王一博化的战略信号，试图向外界宣告，公司的商业版图已经足够多元，已经逐步摆脱了对单一明星的深度依赖，具备了更为独立、更具韧性的可持续发展逻辑。然而，就在这一切看似渐趋平稳的叙事逐步成型之际，乐华娱乐却选择在港股收盘前匆匆发布续约公告。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本身就耐人寻味，既像是一种精心计算后的市场操作，又像是某种被逼至最后一刻才不得不做出的表态。那份公告的发布，毫不留情地撕掉了过渡期叙事的面纱，连一点缓冲的空间都未曾留给外界，将乐华娱乐与王一博之间关系的真实底色，以一种近乎赤裸的方式重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年报中那套精心构建的独立自信叙事，与这份急迫续约公告所透露出的焦虑底色，形成了极为刺眼的反差，令人不禁对乐华娱乐所谓去王一博化战略的真实进展产生深刻质疑。数据是最诚实的语言，它不会说谎，也无从掩饰。从2019年到2022年，王一博为乐华娱乐所贡献的营收占比，从最初的 16.8% 猛增至 58.8%， 这一增幅之剧烈，在整个中国娱乐行业的历史上都属罕见。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高占比并非昙花一现的阶段性现象，而是在近几年间持续稳定地维持在 50% 以上的水平，形成了一种结构性的深度依赖。2024年财报所呈现的数字则更为直接，乐华娱乐全年总营收为 7.65 亿元，其中艺人管理板块贡献了高达 90.9% 的收入占比，而王一博个人贡献的收入更是达到了 4.59 亿元，营收占比突破 60%。换言之，在乐华娱乐每收入100元的营收中，有超过60元与王一博直接相关。这组数据所揭示的现实无比清晰，在乐华娱乐的整个商业生态中，王一博早已不是可以被替代的普通核心资产，而是整个公司赖以支撑估值、维系运营、对接资本市场的绝对支柱。任何试图在表述上绕开这一现实的叙事策略，在冷酷的财务数字面前都只能显得苍白无力。乐华娱乐的股价估值与融资能力始终未能真正摆脱公司上市之初所奠定的结构性局限。在港股市场，投资者对于娱乐公司的估值逻辑历来审慎，而对单一艺人的高度依赖，更是会在机构分析师的报告中被单独标注为重大风险项。这意味着，
乐华娱乐在资本市场的每一次融资尝试，每一次股价的涨跌起伏，都无法回避王一博这个变量的深远影响。在这种结构性的现实面前，公司在年报中呈现出的那种淡定从容，与续约公告发布时的那份急迫其间的落差，折射出的正是乐华娱乐在战略自主性上的真实困境。而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博弈之中，王一博本人的处置方式，或许才是整个故事中最令人深思的部分。他没有急于表态，没有以公开的方式施压，更没有借助舆论的力量制造任何戏剧性的冲突，而是以一种近乎沉静的姿态，牢牢把握住了自己手中最核心的筹码，以静制动，等待最优的时机，为自己谋划出了最理性、最符合长远利益的选择路径。这种处事的格局与定力，令许多观察者感到意外，但若回溯王一博的成长轨迹，或许又会觉得这一切都在情理之中。13岁，一个对大多数人而言还处于懵懂少年时期的年龄，王一博便已做出了一个极为不寻常的决定，只身远赴海外，在陌生的环境中以全 A 的成绩完成出道。这背后所需要的不仅仅是天赋与勤奋，更是一种超越年龄的自我认知与心理定力。一个从那么小的年纪便敢于只身闯荡，敢于在压力下保持清醒，敢于以实力说话的少年，他的内心世界从一开始便不是那种容易被环境塑造、被他人主导的柔软质地。多年的摔跤训练、赛车竞技、音乐创作、影视拍摄，每一个领域的涉足都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带着一种较真与执着的全情投入。这些经历共同雕刻出了今天这个王一博沉得住气、拿得准方向，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去争取。最终，续约落定，王一博成为了内娱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一类艺人，不是公司塑造出的产品，而是能够左右公司命运走向的核心变量，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去留直接关乎着乐华娱乐在资本市场上市与退市的命脉。这不是一句夸张的修辞，而是财务数据所指向的客观现实。在这场博弈中，没有绝对意义上的输家与赢家，有的只是各自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理性选择，以及在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中寻求最大公约数的努力。对于外界而言，这场博弈不需要过多的评判，不需要站队，也不需要非此即彼的简单定性，它所值得的只是一份真诚的礼节与尊重，对一个从13岁便懂得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人，以及对这个复杂而真实的商业世界都是如此。感谢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请记得点赞、评论并订阅频道。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再见，我们下个视频见。